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吗？是的。那您再看一遍，是否有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没什么问题，细节都很清楚。好，那麻烦您在最后一页签字吧。那么，这个有没有遗漏的细节？你再想想。没有，事实完全清楚。好，那麻烦您在最后面签字吧。好。不好意思，郑主任，亚平主任，打扰一下。王老师，这字儿不能签，咱们去找领导。这事儿就不要上升到领导层面了吧？王老师，您干了一辈子了，还有半年就退休了，非要在这个时候被处分吗？洪亮同志，你们辛苦了啊！那这个案子先停一下，走，咱们找领导去。这怎么停啊？我们在走正常流程呢。正常流程。洪亮，你们11部是查什么的？查职务犯罪。王老师职务犯罪了吗？他是玩忽职守了，还是徇私枉法了，还是刑讯逼供了？他够得上你们11部哪条？郑主任，这事错了就是错了，咱们得承认。王老师，您先别说话。洪亮，王老师让林喜去上坟，不是因为他心软好说话，他是要感化林喜，希望林喜在到案后可以把全部罪行都交代了。事实证明，他确实是都交代了，对不对？但这是您1部的案子，跟我们11部没有关系。你是新来的吧？怎么跟主任说话呢？注意态度。你们继续。洪亮同志，哎，王老师这属于办案事故，应该是检务督察室管。你出面申请让他们重新查，你们11部不要掺和。再借一步讲吧。其实啊，我们也不想来，但是领导给我的反馈呢是说，检务督察室最近特别忙，一个人都抽不出来，只能让我们11部临时盯上。我也是没办法。你是没办法还是不想想办法？检务督察室现在忙，过2天不忙的时候再办呢？你着急这2天让人签字吗？别着急，我甚至还跟孙专委表达另外一层意思。我说，因为春香同志本身是江南师院的，我说这个案子其实完全可以打回到江南师院，让他们自行解决、自行消化。结果我们专委把我一通臭骂，他说：“洪亮，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省院第11部的部门职能了？你怎么想这个问题？”整得我非常尴尬。其实想想呢，领导说的也对，王老师呢，他是从江南师院借调到咱们省院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又是出在说给咱们省院办案的过程当中。那你说，您就是办理王老师借调手续的人，我想这个情况您一定比我更了解，你别为难我。洪亮，哎，你看啊，咱们办案子讲究天理、国法、人情，你们11部办案讲天理、讲国法，但是你们讲人情吗？喂，洪亮，你别假装接电话。哎，老侯，现在方便吗？喂，喂，老侯，你听得见吗？我听得见，你说。老侯，老侯，你听得见吗？接完了吗？您请说。回答我的问题，你们11部办案子，讲不讲人情？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我们11部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约束自己的同志。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我相信亚平主任一定比我更清楚。说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办案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呢，您可以向有关领导去反馈，我一定虚心接受。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在办案过程当中，我们的处罚标准超标超规，也欢迎您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我是要申诉。好，你倒是给我时间呢。好的，亚平主任，小张，这样，王老师今天这个字儿，暂时可以不用签啊。但是亚平主任，麻烦您给我写一个情况说明，因为我们的办案进程被迫被您给打断了，要不然我不好交代。我签了。不好意思，嫂子，我来审吧。选一张什么样的？找张专检查制服、带检徽的，真性喜欢。找张笑的。哎，你都不知道，你隔这半年，你多憋屈。我必须让他笑着走。嫂子，你检查服的没有笑着。按照这封举报信的意思，东平可能不止万海一个黑社会团伙，甚至其背后还有东平政法系统的保护伞，李仁俊、乔振兴，可能都跟这些有关系。看完了吗？看完了，我就宣布一下省院党组会的决定。鉴于目前万海案的复杂，张文京当庭喊冤，以及收到的这封匿名信，党组会决定成立一个指导小组，下到东平去，指导并推动案件办理。郑亚明同志，指导小组的组长，你来担任。是。洪亮，你是副组长，听明白了吗？张检，这不太合适吧？为什么？当然我明白，领导这么安排，有您的良苦用心。对，就是查实一个举报信，如果没有证据的话，确实是挺难的。所以，您希望洪亮同志藏在指导小组里暗查，我说的没错吧？张文京当庭喊冤这事儿，确实值得探究。但是万海案，从介入到起诉，花了2年多的时间，看得出东平市院的同志们对这个案子的态度，那真的是非常谨慎了。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万海案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这大家都知道，洪亮同志那是11部的，你说他跟着指导小组到东平去，那就点明了省院怀疑东平公检法有人在万海案或是张文京的问题上，他存在职务犯罪的嫌疑。张文京喊冤这个事儿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有问题，我们跟市院指出，错了纠正，那对了呢，我们也得支持市院推进案子的发展。查也好，推动案情也好，要去东平吗？对。洪亮是东平人，他对东平的情况比你更了解，所以他加入这个指导小组有好处。匿名信上涉及到的李仁俊，还有乔振兴，都是他的同学，这2个重点人物跟他都有关系，所以党组会决定派他进入这个指导组是没有问题的。张姐，我觉得这个就更不合适了。为什么？同学都是熟人，对，得避嫌。我真觉得他说的是。问你意见了吗？这是党组会的决定。如果举报信内容属实，11部的同志就更应该加入指导组。你存心要把这案子搅黄是吗，乔振兴？证据不足，我让他们退回补充侦查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可是你已经退补2次了。
都是赶在审查起诉期限的最后一天，人家公安也补充侦查了吧？第二次提上来的证据你还不满意？关键几个节点上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证据不牢靠怎么起诉啊？可是你都退补2次了呀，法律规定只能退补2次，那超过2次这个案子就不能诉了。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才要穷尽一切的法律手段呀。哎，我们还有检察侦查权，我申请自行补充侦查。哎，李姐，那个都问什么了？哦，就问了一下老乔最近有什么异常啥的。除了配合，我们也做不了其他的。张文静、海源，再加上老乔这事儿，你说省院会不会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呀？你觉得呢？所有的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能没看法吗？那李健，我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怎么弄啊？是把万海的案子重新审一遍，还是专门调查张文京的事儿？您给我个指示。等省院的指示吧。好。李健，我知道你跟乔振兴关系好，别太难过了，身体为重，啊！我先去忙了。我来说一下纪律。乔振兴死亡刚刚发生，东平市公安也一定正在调查。在结论出来之前，不可以动用任何侦查手段，不可以让人觉得省院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想法、任何态度。多听、多看、多观察，多摸摸情况，随时向我汇报。陈亚平同志还有什么想法？我尊重党组决定，服从组织安排。那好，张检，我有个请求。说。我申请继续借调江南市院的王春祥同志，加入我们的指导小组。洪亮同志，哎，你不反对吧？我去准备一下。好。洪亮同志，走。离职报告我没见，可能心里还会有些想法，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清楚了，尤其是大学校园、开水房、乔振兴绿色的暖瓶、红色的字那一段，我被感动了。假设啊，我只是说假设。假设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不科学。那反过来，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不可能。如果两个人都有问题，领导，那就是我有问题了。那就是说我40多年来，我对我自己认知，我对整个世界，我对我这身衣裳，我有巨大的认知问题。你看，案情的复杂性出现了吗？所以啊，需要有人去理清。洪亮，你刚才说过，你是一个对朋友有难必帮的人。那好，如果我签了这个字，你脱去这身检查服，这个案子我交给别人去查，你放心吗？你会有遗憾吗？干嘛呀？到我这碰瓷儿来了？李仁俊啊，看来你这个代理检察长的位置有点不稳呐。你嘴里积点多吧？
你来干嘛呀？出事儿了，有问题，不对劲儿。什么问题啊？我从永清河而来。首先，那个冰窟窿旁边确定是人说是没有渔具的，那说明它就不是自溜一滑掉进去。其次，手机啥都找着了，手机没找着，邪门了。第三，车里发现了一个空酒瓶子，是他喝的，说他喝酒，一口子送医院去，他能喝吗？是不是邪门？所以我赶紧找你，你呀，跟东平公安打个招呼，让他们好好查一查。就我说的这行，我给我打电话了，那说了，咋说？东平市公安局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不久就会给我一个确定的结案报告。不是他杀，肯定也不是失足自杀，不可能啊！家庭美满幸福，完了他身体健康，没毛病，那就剩你们单位了，啊？谁咋的他了？多大坎儿过不去啊？不是单位应该人缘还可以啊，你还是他好朋友，你一直罩着他。哎，一部主任不是你在党组会上建议之后给他提上来的吗？他能咋的呀？王亮，不可能！你告诉我，你从东平离开10几年了，你敢说你了解乔振兴吗？我为啥不敢说呀？大学同窗，一块住在一个宿舍里边4年，然后又跑到这儿当同事，我为啥不了解他？我也跟他大学4年，我跟他同事的时间比你还长，我都不敢说我了解他。那你有没有从自身寻找过问题呢？就是因为你现在，你要求进步嘛，你现在高高在上，成代理检察长了，未来前途一片大好，那是不是就有点不屑于说体察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心态呢？你说人话，你手爪咋那贱呢？我怎么你了？我招你惹你了？我去老乔家吊唁，完了，你就非得当着我们那组长面打那个电话，你啥意思呀？我那是在保护你，保护，知不知道？哎呦我的天哪，我真是长学问了。哎，洪亮，你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你是指导组成员，乔振兴的死因都还没有确定，你觉得不敏感吗？就你刚才这个话，你现在这个嘴脸，你就跟我们那个组长郑亚平一模一样。哎，你俩是不是有矛盾呢？你跟我说实话。我上老乔家吊唁，从人性上来讲，我没毛病吧？但是我确实从纪律上来说，我没跟他报备，他没给我报备机会，那所以呢，当天晚上我们这个总结会对痛给我骂，哎，骂的对，就应该骂。我也骂骂你吧，我也保护保护你吧。有些人呐，我建议干点人事儿，别愧对他的名字李仁俊的仁，干点人事儿啊。老乔走了，咱多少年的哥们儿啊，你不上人家去吊唁一下吗？我会去的，但不是现在。周年的时候啊，是不是稍微有点晚呢？我善意的提醒你，你哪怕点个卯呢，你一直不露面，周梅现在恨上你了，知道吗？他说你把老乔给撤了，你为啥给人撤了？对，你撤人干啥呀？人干得好好的。洪亮，你一个内行人能别说外行话吗？你真觉得我一个代理检察长能把乔振兴从万海的鲁班人的位置上撤下去吗？是党组开会的结果，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那个决定下来之后，乔振兴从这门进来怎么骂的我吗？全院上下所有人都听见了。李仁俊，为什么把我撤了？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这么激动啊？没事，你们回去工作吧。啊！哎，来，坐下说。来，万海案子办了2年多，家里没怎么照顾到吧？孩子学习也没怎么操心吧？那你2年瘦成什么样？照顾自己身体状况。身体不用你管。你刚刚说那些话你自己信吗？万海案不起诉，啊，
等着你升官了，等着你立功了，等着你升检察长了。我是挡着整个东平市检察院的路了吗？万海案这么大个案子，你一直拦着不起诉，你以为这压力谁在替你扛着？是我，官弄民怨都在我身上呢，你还不乐意了？我不用你扛，我有法律替我扛着。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个案子不管谁来办，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你有问题可以去省院去找上级领导反映，把你撤下来是党组开会慎重讨论的结果，少在我这儿散德行。好啊，我会去反映的，我一定会去反映的。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检察官，我还会告你渎职。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呢？2次退步，每次都是赶上最后一天。我不是没给机会，可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你继续退步，这案子就诉不了了。万海案上上下下2年时间，不诉了吗？社会上的压力，领导的压力，都是我在这替他扛着呢。我说啥了吗？我什么也没说过。他说退就退。有时候我也弄不清楚他到底是针对我还是针对这个案子。全院上下谁都能说他，就我不能。我说1句，他说10句。谨慎是好的，但任何事情它走向极端，那谨慎它就会变成偏执。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聊。不说这些，毕竟人走了。可是，如果真的因为是他抑郁了才自杀的，我有责任。但是你们也都听好了，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那指导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才几个人呀？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再说了，你们都替他们做了，不就把他们养懒了、养退化了？谢谢兰书记的信任和指导，我们努力。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看看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继续开展。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争取早日完成任务。吹着。怎么了？孙专委还有15分钟到达东平宾馆。啊！哇！哎呦！我的天哪！哇！哥来了！哎呦，我的天哪！
我是组长。在这屋里憋了3天，看来你们工作没少做呀。先给你们一个好消息，院里技术信息中心鉴定过了，张文静的几份签名笔记，其中有3份有伪造嫌疑。专委，是王老师首先发现张文静笔记问题的。辛苦啊，春香同志。这几天你们对市院闭门不见，我也知道了。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是不是啊，洪亮？啊，领导，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关系重大。你必须想清楚，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给我带走。我们一定在亚平组长的领导下，工必须开，没有回头箭。专委，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出现任何问题，作为组长，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我向你们传达省院党组的意见，可以对李仁俊、谢鸿飞动用侦查手段。考虑到今后的工作量，浩泽和小梁留下来辅助你们的工作。在乔振兴尸体误烧的当天，谢鸿飞接到李仁俊电话之后，马上又给程子健打了一通电话，时长56秒。有个事情需要汇报。程子健除了是万海的辩护律师，也是李仁俊的准妹夫。所以那个电话是不是李仁俊希望让程子健？李仁俊得到2次事件的消息，没有直接告诉程子健，还要通过谢鸿飞传话。多一个人知道，又多一层风险，何必呢？那所以您觉得说，给程子健打电话这事儿很有可能就是谢鸿飞自己的一个主观意愿。明天一早我先回海州，有什么事随时沟通。有事儿。这是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的 U 盘，里边有他对万安的所有的调查结果，还有分析过程，请组织审查。 U 盘是马中央亲手交给我的，
师兄同志，第一场雨。怎么样？哎，你来看看你这个2颗西红柿长得挺好的，啊，师兄同志，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对这俩宝贝儿，就说施这个有机肥啊，我是每周呢是按照克在天平上量好了才给他们放进去的，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你过来，你过来，哎，你看看我这个，你看看，哎呦，我这个呀，也就隔3差5浇点水，光浇水，哎，一点肥没上啊？没有。这是咱俩同一批种的那些吗？是啊。哦，那确实我这个略显逊色哈。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你管多了，未必是好事。师兄同志，我还要跟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您在我们院里边讲话，全院上下都觉得高屋建瓴，政治站位很高，都学习到很多。下午在会上的这个讲话呀，可能是有点尖锐啊。但是关于这个万海案，你们既把它想简单了，也把它想复杂。您点拨点拨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把这么复杂的案子给查清楚了，想简单了。对于这么一个定性明确的涉黑案，你们又想把它给推翻，想复杂了。东平自己的案子啊，还是让东平啊，他们的政法部门自己去查，自己交啊。就像我那几颗西红柿，我没管它，它自己不是也长得挺好的，下周就可以吃了吗？哎，你下周在吗？我应该在。我再跟您汇报一下，明天一早我还得回上他们组，指导组还没完，所以有个收尾。这样好，善始善终嘛。哎。请0026到04号窗口。跟我走吧，我在见专委。我们家老乔这一辈子兢兢业业，从不拿人家吃人家的，这他怎么就变成了贪污受贿的罪犯？到底是怎么死的？谁能给我一个真相？有人拿我和乔依然威胁周彪，所以周彪才去公安局报案，承认老乔受贿，他们才在我们家搜出了大量现金，这完全就是被胁迫的。周彪现在人在哪儿？可不可以出来作证？他现在也不敢承认，但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周梅同志，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了解调查，同时也会向上级报告。我保证，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但这需要时间，再等等。需要多久？需要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老乔，2月26号没的，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觉得老乔的死有问题。洪亮，老乔的死，起码在你心里是有疑点的，
是不是？说话呀！所以呀，那天你和郑亚萍大晚上去我们家给我做工作，说省里会派车拉老乔去做2次尸检，可结果呢？现在呢？现在这地底下埋的是不是老乔，我都不知道。你干他干什么？你干我！那天，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永清河给老乔烧纸，我发现山也青了，树也绿了，冰也化了，雪也没了。可谁还记得我们家老乔是在永清河里边捞出来的？万海案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在整个东平，谁还记得有我们家乔振兴这么个人？你要说没人记得，那太有影响。就是他们认为我们2个就是贪官的家属，我们就得背着骂名躲躲藏藏一辈子。现在我工作也没了，孩子连学都上不了，我就想着，我来省里，我好不容易，我才见到了您孙专委啊。你呢？你说需要时间，你说让我等，我等到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多久啊？洪亮，经党组研究，准备调曹野来接替你的位置。这个小曹你是知道的，业务能力很强，有担当，就是脾气有些急。移交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多些耐心。另外，你得劝劝张怀恩，他也想调职去1部。大家都不喜欢在11部干，看看你带的好头。忙什么呀？安抚安抚他。曹嘛，我手拿把掐，分分钟安抚到位。什么小曹？小张张怀恩，小曹是要移交工作，小张是要劝他留下来，安抚他留下来。对。回头移交工作的时候，把这个材料交给小曹。哦。多长时间？什么多长时间？上次那个中兴路那个水样，多长时间？哦，50场。回头我帮你问问。这回啥头啊？你这不是分分钟就知道的事吗？上次您跟我说的。
说只要出结果，第一时间告诉你。等等，等啥时候？再等等，再等等是啥时候？我哪知道啊！等等，我告诉你了。不是你等来等去，我衣服多了个屁的！你冲我嚷什么？等等两个字听不懂啊！出去！办错了案子，终身追责呀！记住了，洪亮，比起一个错案带来的长久的社会影响和法律影响，个人犯错的责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洪亮，张主任，小韩，麻烦你出去一下，我跟你们洪老师有话要说。谢谢啊，洪亮。好几天没见了啊，是时候了。咱们马上拟份报告，跟张检申请，成立调查小组。记住啊，不是指导小组，是调查小组。为啥成立调查小组？你少来，没看新闻呢。我说你写。尊敬的张检，鉴于目前东平万川矿业发生重大事故，影响很大。万川事故？洪亮，你真不知道？不是，洪亮，你真没看新闻啊？你回来这段时间都干什么了你？出这么大事儿你都不知道？死伤多少？两死13伤，其中6名重伤。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安全责任事故。他们开新闻发布会一定会说是安全事故，但我不相信，所以咱们必须要找张检，成立调查小组。我要是不把这事儿查得水落石出，我郑亚萍对不起身上这身衣服。来，接着写。关于此次矿难，我们需不需要先等东平地面出一个结果，完了咱们再介入？洪亮，咱们之前案件分析、大胆猜测的时候，还记得吗？那我们还能相信他们吗？还要等他们的调查结果吗？来，关于此次矿难，主要我现在去吧，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你看上一把啊，指导小组，我进去是因为举报信，说可能东平干部涉及到职务犯罪，可能东平干部有这种保护伞。你说我现在去那尴尬呀？洪亮，东平发生的这些事儿，别人不知道，你我不知道吗？指导小组被迫解散，包括现在矿难，你能说东平不存在职务犯罪，不存在保护伞吗？来，接着写。关于此次矿难，关于我孩子，那跑这儿来了，我说是。你嫂子昨天晚上跟我念了一宿，说关于孩子上学这事儿，说你洪亮，你当爹你不着急呀？洪亮，你这身衣服脱了吗？没有。那请你对得起这身衣服。身体不允许。我最近你说也不知道咋的，这一宿睡不着觉，盗汗。你什么意思呀？咱们离开东平之前你怎么说的？啊？只要东平的事情能翻过来，不论你穿没穿这件衣服，天涯海角随叫随到，这话是你说的吧？啊？
现在不承认了，不想承认了，还是不敢承认呢？洪亮，死人了，啊！东平死人了，万川矿业。我万川我去不了。你为什么去不了？万川矿业谁控制呢？万海，对吧？你甭管万海判了还是蹲了，但他也是万川矿业实际控制人，所以这个矿你出什么事儿，现在都有可能跟万海案有牵扯。万海铁案，你等等，铁案，洪亮，这两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万海案是铁案是吧？行，洪亮，看来我对你的最初印象是对的，我从来就没有看错过。你怂，你是真怂，我瞧不起你。我还是得谢谢你啊！之前在东平的案件分析，你行，我谢谢你。身份证。不好意思，帮个忙呗。接下电话。喂，郑雅婷主任吗？我是。我叫万超，万海的儿子。你有邮箱吗？我给你发个东西看看。我说你接。洪亮同志啊，你辛苦了。
你把你掌握的情况说一下吧。我到了东平第1站，就去的永清河，我是乔振兴同志遗体发现地。我想再采一遍水样。我媳妇儿不是搞检验专业的，就跟我说季节不一样，冰都化了，两岸生态系统不同了，所以你这个水样取了也白取。所以2位领导，如果这个事儿还希望以后能继续推进的话，可能需要说还是得把中兴路那批水样的检测报告给未来能够接受的同志，别的就没了。洪亮，对乔振兴案要求检查侦查是你提出来的吧？赋予你这样的权利，也是领导和组织对这件事情有怀疑。你走之前，我把乔振兴的银行卡账号、流水、通话记录都给了你。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查到了什么？就拿回来一个水样吗？都快半夜了，给我打电话说什么论文的事，你是查案子去了，还是帮别人写论文去了？进来。孙专委也在。张姐，紧急情况。哦，说，我先回避一下。等等，你也一起看看。这个人是东平开发区分局刑警队队长江红军。这个视频谁给您的？万海的儿子，万长。亚平主任，这个万朝是怎么想到向你举报的？据他所说，是张文京把我的电话号码给的他，也是张文京建议他向咱们省院举报的。张姐，孙专委，鉴于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还有举报材料，我建议组织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向军，看来亚平同志之前的怀疑是对的，这个情况我会马上向严书记做汇报。孙专委，这次的专案组，11部的同志是不是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啊？当然。张姐，我马上开会，组织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好。张姐，洪亮同志的离职报告批了吗？批了，已经在走程序。啊，亚平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时间紧，任务重，咱们是不是可以继续沿用之前指导小组的成员？亚平同志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看应该考虑。哎，洪亮，正好借着专案组这件事情，把乔振兴那个案件从头再梳理一遍。我相信这二者之间，他一定会有联系。那我去准备一下。好。哎，洪亮，你刚才掏什么呢？就刚才专委批的太狠了，给我吓着了。然后，领导这个房间又格外暖和，所以都出汗了。那
戴罪立功啊！好久不见。李姐您好，我们是519专案组，今天请您来是想对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向您了解核实一些情况。此次谈话严格保密，请您配合。李姐，你怎么看待万海案？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没问题，否则我们也不会起诉。在乔振兴担任主办检察官期间，曾经2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你接手办理，有对他提出过的问题进行核实吗？在他办案期间，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我觉得是他的办案思路有问题，所以你撤换了他。万海案有2年了哈，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为什么把我撤了？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是院党组开会决定的。党组会是谁主持的？当时是我代理主持。你主持院党组会，做出撤换具体案件主办检察官的决定。你认为这个做法是否干扰了主办检察官办案？阻碍了案件的正常进行。院党组是一级组织，对院里的工作拥有最终决定权。好，在张文京被证明清白之后，你仍然对万海案深信不疑吗？张文京案有问题，不代表万海案就有问题。一个检察官把张文京案办错了，那他办的万海案难道就没有问题吗？那一个苹果坏了，我还能把1筐苹果都扔了？那你认为剩下的苹果就不会被污染吗？这是你的想法，我不这么想。像你刚才说的，思路问题。在邵小燕推翻证词、张文京案撤诉之后，万家灯火伤害案就成立了。你为什么不跟进调查，去核实吴小天的口供？反而还按原来的思路推进案子。办案机关送过来的材料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再加上时间确实很紧迫。如果有人承认诬陷了万海呢？那就是吴小天翻供了呗。对，吴小天确实翻供。你还觉得万海案是个铁案吗？郑主任，在当时他没有翻供，我只能按照当时。我说的是现在。我刚刚已经说了，吴小天翻供了，你现在还觉得万海案是铁案吗？确实，我承认，我是过于相信侦查机关送过来的证据。就像我说的，时间紧迫，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周全。只是这些吗？
也是那个时候一心急于推进，那么推进的思路也会有些问题。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因素？郑主任，我不太明白你说这个更深层是指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确实肯定是有急功近利。还有呢？还有呢？郑主任，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有职务犯罪，又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是说？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那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干脆一点吧。接下来的话你就别问了。洪亮，来吧，该你了。我能喝口水吗？有劳了。我们之前啊，我跟李姐私下沟通过一次，就是在谢鸿飞被咱们指导组调查期间，他是觉得说整个这个万海案一下子把人都抽走了之后，他们都没有办案人了。那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段之后呢，你就接领了办案人这个任务，这程序上有没有毛病啊？蓝书记提的，政法碰头会上决定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上算不算有毛病。之前老谢当办案人的时候，你们把律师张文京定为说黑社会组织的这个骨干成员，这是侦查机关的决定呢，还是说你们检察机关决定的啊？检察机关。那你们院说从这个院党组到监委会怎么看待谢鸿飞这个同志呢？老谢，老检查了，业务也过硬，可张文京批捕的整个程序是过了监委会的。说你个人啊，最近是跟柳韵买房子了。你们这个材料掌握的很全面啊。也不行，这不还得问你吗？具体情况。楼盘叫什么名啊？大都西山。哪天买的？就是4月中旬吧。中是15号前后吧。万海案宣判是4月2号。2号，这个楼盘开发商是哪儿的呀？天龙集团。那你们买的时候是市场价买？啊不，那是个样板间，多少有些损耗，所以其实我们是低于市场价，低了142万。哎，那就这么低了？没有，已经让柳韵去把这个差价补上。什么时候让补的？5月底。底是26、7号吧。5月26、7号。开发商是天龙集团，这个老板叫陈胜荣。对，我知道。认识吗？见过2次。哪2次？一次就是李延新跟程子健的订婚宴。哎，那天我也在，我咋没看着呢？你不是要着急开会先走了吗？他后来来的。他来干啥？送红包。多少钱？没数，但肯定比你给的要厚啊。你第2次见陈胜荣是什么时候啊？第2次就是万海宣判结束之后，正好赶上我过生日，就想家里人小范围聚一下，然后就让柳韵约了个餐厅。那天正好陈胜荣也在，就过来敬了杯酒。什么叫正好陈胜荣也在呢？那个餐厅是在天龙集团。你刚才说谁订的？柳韵订的，是
蓝书记让他定一个地方，要小范围的，但他不知道去哪儿，所以他就求助了程子健。程子健推荐了这家餐厅，但定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餐厅是属于天龙集团的。程子健去了吗？没去。那都是谁？蓝书记、文钦、孙飞、许彦武、谢鸿飞、刘云和我。没想到他们还都去了。你妻子柳韵跟天龙的这个陈胜龙，俩人是啥关系啊？你可千万不能说呀！只要一查我这辈子我就完了。这个家怎么办啊？孩子怎么办？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我认为就是工作关系，他俩工作有交集。天龙的部分业务范围在柳韵的管辖范围之内。哪部分业务？是房地产开发啊？不，万川矿业。是万海的万川矿业。是的。然后万海的万川矿业现在陈胜龙的天龙集团想购买这事儿，你知道吗？我听说了。听说了。那么万海的万川矿业在发生了矿难之后，你们决定说要补这个大肚西山的差价？不，洪亮啊，并不是说是因为发生了矿难，我们要去把这个差价补上。在主观上，我是认为这个房子有问题，才要把这个差价补上。这根本是两回事，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说明白了吗？我就说清楚了。那这个房子的问题，你认为是说装修质量有问题，还是就是差价的问题？差价的问题。是的。行，你说主观，那我谈谈我客观看到的事实哈。事实一，你妻子柳韵和陈胜龙在工作上有交集，部分业务有往来。以你妻子柳韵为主导，你们共同购买了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叫做大都西山。在万川矿业矿山发生矿难之后，你们夫妻共同决定补齐这个房产差价。客观事实二，万海案宣判之后，从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到法院庭长温琴，市院检察长李仁俊及其妻子柳韵，东平市公安局局长许延武等人齐聚在陈胜龙天龙集团旗下的餐厅，并且陈胜龙也出现了。事实三，万海案宣判没多久，你又见了一次万海，你要找他干啥？咱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回法。那你见王玉也是回访吗？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系统里有人帮你，中间有人牵线，有人出钱，有人出力。你要等我们查出来，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没准我走了啊。那你见王玉是干什么？哎，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万海案宣判之后，你觉得心里边也不那么踏实，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你想再重新调查一遍，重新复盘一下，是这意思吗？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还是没结果呢？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呀？越是到这个时候，一个越要想清楚。
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但我这次觉得，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王亮，你说这么一大圈，其实就是想说我是保护伞。哎，没关系，没关系，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小心求证，请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李仁俊，你不老实啊！我们现在代表一级组织在跟你谈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次谈话当中，你能够坦诚，你能够知无不言。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不是说让你现在跟我要证据，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顾忌什么呢？怎么就不能老老实实的？